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自然说中文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安。我是阿杰。小安，你看我今天穿的这件新衣服怎么样？哇，看起来很不错啊，颜色很适合你。在哪儿买的？就在我家附近的一个传统市场里买的，你猜猜多少钱？看这个质量，大概200块吧。哈哈，我只花了50块。50块，这么便宜？是啊，老板一开始说150块，我说太贵了。然后我们经过了激烈的讨论，最后50块成交。看来你现在很会讲价啊。那当然，我觉得我现在的演技可以去拍电影了。哈哈，在中国买东西，有时候确实像是在表演。没错，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让很多外国人头疼，但也觉得很有意思的话题——砍价的艺术。这是一期适合 HSK 3到4级水平的中级播客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记得订阅、点赞，并分享给你的朋友们。今天我们会聊聊在没有标价的市场里会有多紧张。我们也会分析老板们常用的表演技巧，以及买家怎么用欲擒故纵的方法。最后我们还会讨论为什么砍价成功后大家都会很开心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吧。小安，我还记得我的美国妻子小爱，她刚来中国的时候，第一次去传统市场买东西的经历。哈哈，他是个外国人，那一定是一场灾难吧？简直是灾难！在他国家，超市里所有的东西都有标价。对，明码标价，大家不用问价格。但是他走进那个小商品市场，发现衣服、鞋子、包包全都没有标签。没有标签，你就不知道它到底值多少钱。没错，这让他非常没有安全感。就像在玩一个不知道规则的游戏。他看中了一个背包，就问老板多少钱。老板怎么说？老板看了看他，稍微停顿了一下，然后说300块。哈哈，那个停顿很重要，他在观察你。观察他什么？观察你懂不懂行情啊？他看你是外国人，可能会报一个比较高的价格。是的，他当时完全不懂，他觉得300块听起来还行，就直接付钱了。老板一定高兴坏了。后来他回家拿着包跟我炫耀，我听了价格差点晕过去。呵呵，你告诉他那个包真正的价格了吗？我告诉他，那个包最多只值80块。哇，他付了快4倍的钱。从那以后，他就知道，在没有标价的地方，老板报的第一个价格绝对不能相信。没错，第一价格只是一个试探，他给你一个高价，等你还价。可是还价太难了，他不知道该砍掉多少，一半吗？还是2/3？这确实需要经验。一般在旅游景点或者传统的服装市场，从一半开始砍是比较安全的。但如果他报的价格太低，老板会不会生气？你不用担心他们真的生气，他们的生气往往也是表演的一部分。真的吗？他以前总是觉得，如果砍价太多，是对他们的不尊重。在那种特定的环境里，不砍价才是奇怪的。砍价是一种文化，也是一种交流方式。我现在明白了，这就像一场心理战，谁先感到不好意思，谁就输了。总结得非常好，所以你需要脸皮厚一点。对，不要害怕被拒绝，这只是游戏的第一步。那么，当你给了老板一个很低的价格，
老板一般会有什么反应呢？哦，那就到了他们展示演技的时候了。刚才我们提到，老板经常会有一些特定的表演。阿杰，你见过哪些？最常见的就是诉苦，他们会说：“哎呀，小伙子，这个价格我亏本了。”对，亏本这个词，他们每天可能要说100次。还有一种是夸大商品的价值，比如这可是纯手工做的，你看这做工，这面料。哈哈，有时候你明明看到机器生产的标签还在上面，他们还是说是纯手工的。是的，还有，如果他还是坚持他的低价，老板就会重重地叹一口气。叹气是关键动作，就像这样，唉。然后老板会装作非常不情愿的样子说：“哎，算我交个朋友，亏本卖给你算了。”交个朋友，这是砍价的经典台词。他第一次听到的时候，还真以为他要把他当朋友，甚至想请他喝杯咖啡。那你后来发现真相了吗？当然，当他付完钱转身的时候，他听到他又对下一个客人说：“算我交个朋友。”看来他在那个市场里有很多朋友。老板们还有一招，就是比较。他们会说：“你看隔壁那家，跟我的质量没法比。”其实很多时候，整个市场卖的货都是从同一个工厂进的。所以买家一定不能被老板的这些话给骗了，你要保持冷静。对，你要明白，如果他真的亏本，他是绝对不会卖给你的。只要他愿意卖，就说明他还能赚钱，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。这是砍价的核心法则，所以不要有负罪感。而且你还可以夸老板，比如：“老板你这么帅，就给我便宜一点吧。”嘴甜一点确实有用，如果老板娘在那里，夸她年轻漂亮，效果更好。这就是砍价的乐趣，它是一种互动，不像在超市对着冷冰冰的收银机。既然老板有这么多的表演技巧，那作为买家，我们怎么应对呢？买家当然也有自己的绝招。我们买家最强大的一招叫做欲擒故纵。这个成语用得好，意思就是你想要一样东西，但要装作不在乎。没错，如果我在店里看到一件非常喜欢的衣服，我绝对不能表现出哇，我太喜欢了的样子。如果你两眼放光，老板就知道你一定会买，他就不会给你降价了。所以我会假装随意的看一看，我会先问问别的不好看的衣服。声东击西，你太聪明了。然后我再拿起那件我真正喜欢的衣服，皱着眉头说：“这件颜色有点暗，多少钱？”皱眉头是满分操作，这让老板觉得你对这件商品不满意。接下来就是价格战了。如果老板说100，我就说30。老板肯定会说30，连本钱都不够。然后他会降到80，我就加一点，说40。这个来回拉扯的过程就像在跳舞一样。当价格僵持不下，比如卡在50块，老板死活不愿意再降的时候，大招就来了。假装离开？对，我会把衣服放下，摇摇头说50太贵了，我去别家看看。然后转身慢慢走向门口。注意，这里的慢慢非常关键，你不能走得太快，要给老板反应的时间。是的，我心里在倒数，3、2、1。老板如果真的想卖，他会在你踏出店门之前喊住你。没错，最经典的一句就是
哎哎哎，回来回来，给你了，亏本给你了。听到这句话，就说明你的欲擒故纵成功了。但有时候也会翻车。有一次我走出了店门，老板根本没有叫我。哈哈，那说明你给的价格真的太低了，远远低于它的成本价。我当时很尴尬，因为我真的很想要那件东西，我只好在10分钟后又灰溜溜地走回去。那老板肯定不会再给你降价了，因为他知道你很想要。所以说，砍价不仅考验胆量，还考验对价格底线的判断。其实我觉得砍价最有意思的地方是成交之后的那一刻。怎么说？你有没有发现，在砍价的过程中，你们好像是敌人？老板觉得你想占便宜，你觉得老板想骗你。对，我们一直在争吵，气氛有时候还很紧张。但是，一旦你们达成了一致，老板说好吧，卖给你了，气氛瞬间就变了。真的，刚才还假装生气的那个老板，马上就变成了笑脸。他会一边给你包装，一边夸你：小伙子，你太会买东西了，今天我是真亏本了。这个时候的亏本已经变成了一种客套话。没错，而且你们可能会开始聊天，他问你从哪个国家来，你在中国做什么工作？然后突然之间，我们从敌人变成了朋友。这就是双赢的成就感。你觉得你买到了便宜的好东西，他觉得他成功的做成了一笔生意。而且，如果你们聊得开心，他下次还会给你打折。这在中国叫做回头客。很多传统市场的生意就是靠这种人情味儿维持的。在西方的大型连锁超市里，你很难体验到这种人情味。收银员只是机器般的扫描条形码。所以，即使砍价有时候让人心力交瘁，但它其实也是一种融入当地生活的好方法。我完全同意。下次我去买水果的时候，我还要继续练习我的欲擒故纵。加油！希望你能少交点学费。不交学费怎么能变成砍价高手呢？确实如此，失败也是一种学习，只要你不把这当成一件严肃的事情。我现在只觉得它很好玩，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去市场展示我的演技了。好啦，接下来我们进入实用的句式学习时间。今天的第一个句式是既然就。这个句式用来表示，既然一个事实已经发生或者存在，那么我们就根据这个事实来采取行动。比如，老板说50块不卖，你就可以说，既然你不愿意降价，那我就去别家看看了。或者在生活中，下雨了，不能去公园了，你可以说，既然下雨了，我们就在家看电影吧。第二个句式是即使也，这个句式表示一种让步假设，意思是就算发生了某种极端的情况，结果也不会改变。这个在砍价时非常有用，为了表达你的决心，你可以说，即使你降到40块，我也不买，因为质量不好。或者说，即使老板生气，我也要坚持我的底线。这两个句式都可以让你的表达更有逻辑，态度更坚定。现在，欢迎来到我们的词汇角落。今天我们要学习3个在砍价时非常实用的中高级词汇。第一个词是试探。第一个词试探，试代表尝试，探代表探索，试探试探。试探的意思是为了了解情况而进行的小动作。比如，老板一开始报高价，
就是对买家心理的一种试探。我们也可以在工作中使用，比如我试探了一下老板的口风，看他同不同意我请假。第二个词是行情。第二个词行情，行代表行业，情代表情况，行情，行情。行情指的是市场上商品的价格水平和供求状况。去买东西之前，最好先了解一下大概的行情，这样才不会被骗。比如，最近租房的行情不太好，房租降了很多。第三个词是僵持。第三个词僵持，僵代表僵硬，持代表坚持，僵持，僵持。僵持的意思是双方互不让步，局面停滞不前。在砍价的时候，如果买家和卖家都不愿意妥协，价格就会陷入僵持。这个词也常用于谈判，比如会议已经进行了3个小时，双方依然处于僵持状态。节目的最后又到了布置作业的时间了。今天的作业是分享一次你最成功的或者最失败的砍价经历，你是怎么做的？老板是怎么反应的？欢迎在评论区或者我们的网站上用中文留言告诉我们。希望大家在体验中国文化的时候，也能享受砍价的乐趣，不要害怕，大胆的去尝试吧。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自然说中文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再见。